喜欢一个人到极点会爱屋及乌，他喜欢的一切人或事都会很喜欢。同样讨厌一个人能到什么程度呢？讨厌到对他说一句生日快乐的那个人都会被网暴。10月5日肖战过生日，但是微博上为他祝福的人少之又少，直到看到边疆老师的下场才明白为什么都不敢祝福肖战。边疆祝福肖战遭网暴，边疆曾经为《陈情令》的蓝忘机配音，这两个人也算是有些渊源。肖战生日之际，正大光明的在微博上祝福肖战的其实只有5个：剧里的师姐宣璐、小跟班、温宁、于斌、祝绪丹、演员邱心志和制作人王于岑，最后加上边疆大大。没想到边疆的一句生日祝福引来了这么多骂名，边疆粉丝、大型粉丝脱粉回踩现场，那话说的可是相当难听，不堪入目。骂边疆掐烂钱，身为配音演员还混饭圈，还有人质疑这件事是为了转移川美事件的注意力。然而重庆新闻呢已经辟谣了，肖战粉丝是允许涂鸦的商业街上为肖战祝福的，周围商户并没有受到影响，不存在肖战粉丝在川美学校涂墙涂鸦以及吵吵闹闹的行为。还有不少川美学子看不惯黑粉毫无理由黑肖战的行为，纷纷站出来讲出真相。肖战粉丝是在商业街进行应援的，距离黑粉说的川美东门10万8千里，肖战成背锅侠，这年头肖战就等于背锅侠。边疆为肖战说句生日祝福就能被网暴上热搜，也是可怕。迫于无奈，边疆删了那条生日祝福，又发了道歉声明，对受到伤害的所有人感到抱歉，以后我将把所有重心放在本职工作上。二次元给我带来了很多爱与机遇，我始终愿意为大家共同尊重维护二次元文化。网友根本不关心道歉声明是什么，继续喷，冷嘲热讽，要是真的刚就别删，评论别道歉呀，卡2间饭赚2家钱，求你退圈，你不配等等。粉丝真的爱他，又怎么会因为一句祝福就会说出如此过激的言论呢？10月6日晚上7点，一位网友公布了一张聊天记录，325人的群里策划了一场专门针对于明星和边疆老师的谣言辱骂，这竟然是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网络暴力，目的不言而喻，只是为了搞垮肖战，仅仅是因为边疆老师祝福了肖战生日快乐。网络暴力何时休？大家都是历经9年义务教育，希望能有自己判断事情的标准，不要人云亦云。肖战只是过了一个生日，又被造谣成劣迹艺人了。制片人王于岑也因为祝福肖战被私信骂了，迫不得已，王于岑将这2人挂了出来。有很多人奉劝自己的爱豆离肖战远点，肖战是扫把星。可是这是肖战的错吗？错的是不分青红皂白的网友罢了。肖战生日那天呢，不仅是粉丝们的狂欢，一直抵制肖战的黑粉们也活跃了起来。10月5号，肖战29岁生日，收获了来自粉丝、品牌方及圈内外朋友的祝福。其中2位配音演员因送祝福，一位被逼道歉，另一位对黑粉谩骂的缘由不太懂。2020年对于肖战来说，当经历事业的巅峰，也因为227事件遭遇网友们的疯狂抵制。生日当天的一段发文，或许是对这大半年所经历种种的一个回应。作为顶流的肖战人气超高，虽然遭受到抵制，但粉丝朋友们仍然贴心的在生日来临之际卡点送上祝福。因为抵制，圈内好友在他生日当天为他送上祝福的并不多。配音演员边疆呢，是为肖战送上生日祝福的其中一位，但却因为对肖战的生日祝福引来抵制。抵制肖战的黑粉们谩骂，用词不堪入目，在黑粉谩骂的狂轰滥炸之下，逼得边疆本人发文道歉。边疆在社交平台上道歉发文，
对受到伤害的所有人感到抱歉等等等一系列的，并且删掉了之前为肖战送上的生日祝福。对于边疆的遭遇，网友们感到有点不可思议，因为对肖战的抵制，连喜欢谁的自由都没有了吗？更多网友表示支持边疆，祝福谁、喜欢谁、讨厌谁是个人自由，没必要强加给人。黑粉如此行为太过于霸道。另一位海绵宝宝配音员陈浩得知肖战非常喜欢海绵宝宝，陈浩便录制了一段视频，用海绵宝宝的音调为肖战送上祝福。一收到如此特别的祝福，肖战很快在陈浩发文下面回复了：“我哭了。”陈浩回复：“别哭，我也是重庆的。”但这次活动呢，又再次引来网友们的热议。有些网友表示万万没想到，我先取关了，以及引来一些骂声。陈练呢一脸懵逼，回应称不明白。听到好多喜欢他的粉丝很高兴的回复，也好像很多别的粉丝很不高兴，但是我不知道他们说的那些什么，也不发表什么评论，真的不懂就不说了。不得不说，一些黑粉也确实太霸道了。227事件大半年都过去了，那些抵制肖战的黑粉们虽然渐渐在变少，但仍然还有那么一些顽固存在，不仅抵制，而且想要把肖战与世隔绝。所有与肖战有牵连的人都会直接开骂，搞得整个网络鸡犬不宁。肖战粉丝呢，自《最美逆行者》开播之后呢，因为偶像安全着地，放缓了打榜应援。一场生日下来呢，又是工作室放亮图，又是登顶海外多国热搜，肖战的热度和话题度瞬间飙升。树大招风是万年不变的定律，可是谁都没有料想到，因为一场无人机秀活动，肖战再次站到了风口浪尖。肖战凭借《最美逆行者》荣登 CCTV1，不管是对自身形象的提升，还是影响青年一代关注主旋律剧，都有非常积极的意义。同样是主旋律抗议剧，在后来的在一起，在热度和影响力上远不及发行到海外的《最美逆行者》。当然，这离不开肖战在观众的巨大影响力。肖战成名以来一直关注公益，粉丝成立了专门的公益项目组。据相关统计，光是从今年年初到现在，这个公益项目投入总资金超过8000万，仅生日这一天就有50万公益助学，26万贫困生救助，17万乡村路灯捐助。这样一个具有正面意义的艺人，难怪央视要在屏幕上对其进行宣传和扶持。沿江检测的蓝微账号一大早发声，整治自媒体乱象必须打疼造谣者，并艾特了半月谈。这句话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，细数之前明星对待发表不实言论的网友态度，大多都是要求对方道歉而已，并没有实质的惩罚。随后半月谈回应了沿江检查，对造谣账号绝不能一禁了事，何况进的只是一个马甲。半月谈以之前艺人谭孙毅母亲被撞案引发的舆论关注为例，认为必须提高造谣成本，以实实在在的处罚震慑造谣者，另外加强对自媒体的监管。虽然这些蓝微没有指明他们发文所指是指肖战，但明眼人不用说就知道这些主流媒体是为肖战粉丝不平。令人欣慰的是，在此次的事件中呢，重庆电视台第一时间还原现场，及早做了澄清，避免了没必要的麻烦的发生，获得了大众的一致赞扬。肖战近来工作恢复正常，多个广告登上各大卫视，生日期间也一直待在片场拍摄，更是创下一天内登上多国热搜的记录，把美好的中国面孔输出海外，对内娱的发展贡献不言而喻。粉丝也在他的影响下积极发展公益，在社会上传播正能量。这样一位迎风奔跑的艺人，应该肆意的在自己行业内工作，不该被流言所伤。他值得每一位小飞侠为他骄傲。好，针对肖战的视频就到这里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点赞、分享、转发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